好饿。夫人，能带我走吗？我很听话，我会干活。也是个可怜的孩子，看着和我的亲儿一样的年纪。你想跟我回府吗？你这小脸瞧着脏，洗干净了倒是白净。行了，自己瞧瞧吧。发什么呆呢？这红烧肉再不吃可就凉了，快吃啊！咱们这儿哪怕是扫地的丫鬟，中午雷打不动也有1荤1素，天天都能吃这个？不光有的吃，拿着，这是府里按例发的4季新衣，1年1换。你这命格注定孤寡一生，能活过18岁都算老天爷打瞌睡，命大喽。那时我怎么也想不到，和野狗抢食的我，如今能过上吃饱穿暖的日子。哎，你这孩子怎么了？肉不合胃口？合胃口，太合胃口了。吃穿不愁，还有漂亮衣服挑。庙里的泥腿菩萨，怕是也没夫人这般救苦救难。二少爷都7岁了，一句话都不会说，背地里谁不说是傻的？带这么个丫头回来也没用，难不成还能把傻子治好？啊！如亲出生了，他竟然冲你叫了！好孩子，你真是如亲的福星。以后你就跟在我身边吧。好妹妹，您往后是夫人跟前的大红人了。这是刚沏的雨前龙井，您润润嗓。就是，以后妹妹常在夫人身边走动，可得多提点提点咱们。这月的月钱领了吗？领了，比奴婢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还要多。总这么没名没姓的叫着也不成。你这双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，不如往后你就叫繁星吧。繁星，谢夫人赐名。这一横要平，这一竖要直，记住了吗？繁星。夫人，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你既然进了萧家，就是我的人，多学点字总没坏处。繁星一定好好伺候夫人，伺候二少爷。先生，这孩子年纪还小，做不得什么重活，以后就打发他来盯着小姐上课。烦请先生在门口多设一个小板凳，让他坐在那儿听着。夫人仁厚，老朽明白。二少爷，这是刚出锅的云片糕，您尝一口。生他养他7年了，到如今我连一声娘都没听见。繁星，你说他这辈子是不是都不会开口叫我了？二少爷，今天的风大，这风车转得可快了，你瞧瞧。您看我了，除了夫人，您终于也肯看我了。小丫头，别跑那么快，偷来的好日子终究是要还的。大招规矩，祸不及10岁幼童，如今就交给你了。夫人，好好过日子。少爷，跟我走，出府。别回头，跟紧我。少爷，求求您了，开口叫一声娘，圆了老夫人的愿吧。日已到，夫人一定不会希望我们看到这个场的，快跑！夫人，姐。母亲，母亲。
阿姐，你叫我什么？阿姐。从今以后，我就是你阿姐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繁星啊，你这丈母自继，若不是家道中落，怕是能在京城大家族里做个得脸的女官。先生抬举了，若非当年主家教导，我也没这谋生的本事。张大爷，您里边请，还是靠窗的老位置，给您沏壶上好的茉莉花茶。萧淑清，你知不知道你是谁的孩子？你爹是大昭最年轻的探花郎，是状元之才，你娘是京城闻名的闺秀，你怎么敢去做跑堂这种下九流的营生？你对得起夫人在天之灵吗？阿姐，我想读书，可是读书很贵。读书？你想读书？是我错了，我竟还把你当成从前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少爷。你是夫人的孩子，你骨子里就该是读书的种子。如今要读书了。你要辞工？这绣庄虽说赚的不多，但也算安稳。你这又是为何？树参、笔墨、书本，还有日日要耗掉的纸张，哪一样都要钱。光靠这账房学徒的月钱，供不起一个读书人。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可这钱你上哪儿弄去？既然要读书，他就该安安心心坐在学堂里。烦请通禀一声，听闻府上正招伴读，京城来的萧范星求见。识文断字，还会算账，这凌风镇倒真找不出第二个像你这样的姑娘。奴婢略通笔墨，定能辅佐小姐。报酬好说，只要能哄得小姐开心。滚！都给我滚！连个请柬都念不顺，去京城的时候丢尽了我的脸。那帮名门闺秀笑话我李家没底蕴，就是被你们这群蠢货害的。你就是那个懂学问的，长得倒是清秀。见过小姐。既然你是从京城来的，又识文断字，这身气不如直接迈进我李府。李家虽在凌风镇，但断不会亏待了你。夫人厚爱，奴婢感激不尽。只是奴婢家中原也是读书人家，若非遭了难，断不敢流落至此。李家如今是凌风镇的首富，名声在外，却还没人在朝为官。若此时买个京城书香门第的女儿做奴，传出去怕是太过张扬。若招了京城那些权贵的眼，反倒给李府添了麻烦。哼，你这丫头倒是心思通透，想得深远。也罢，既然是为了李家的名声，生气的事就先作罢。谢夫人体恤。如亲，学堂里的事用我已交集，你只管读书，莫要操发生计。阿姐，我不累，我可以再去酒楼。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你是夫人的孩子，绝不能去干跑堂的营生。你真的是从京城来的，没有骗我？奴婢不敢欺瞒小姐。那就先抄书吧，就这么几卷，不至于还会抄错吧？我可提醒你，这些纸墨可都是从京城运回来的贵货，我爹花了大价钱的。你要是敢写坏一张，浪费了纸墨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奴婢明白，定不负小姐厚望。小姐，这是第3遍了。抄得再好又如何？我瞧着不顺眼，便是废纸。小姐，奴婢多抄几遍无妨。只是奴婢出身京城，知道那些大家大族挑媳妇的规矩，最看重气量与才名。小姐若能耐着性子将这些经书抄完，日后在京城闺秀面前，名声归誉自然是极好的，也没人敢再拿伴读的事儿打趣你。名声归誉，那些虚伪的东西那是给我爹娘看的。萧繁星，你少拿这些东西来压我！你以为你懂学问就能教训我了？奴婢不敢，只是想为小姐谋个好前程。我李家有的是银子，什么样的前程没有？在京城他们联手排挤我，折腾不了他们，还折腾不了你了。既然你这么喜欢讲学问，那就跪着抄，抄到我满意为止。原来仅仅是因为小姐想要针对奴婢。明白就好，你这种看人眼色活命的，这辈子也别想猜透我的心。抄吧，别想听。这都大半年了，考窍也考了，责罚也责罚了，你居然还赖在我家不肯走。
小姐给的工钱丰厚，奴婢舍不得这份差事。工钱？我明白了，你这小脑袋瓜里装的全是钱，不让你疼怎么能叫折磨人呢？既然你这么缺钱，那我就看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。只要小姐不扣银钱，这点疼奴婢受得住。阿姐，是你回来了吗？是我，你课业做完了，饿不饿？做完了。阿姐，你声音怎么有点颤？是不是生病了？没有，就是今天在李府抄书抄得久了些，手酸。快去睡吧，明日还得早起去学堂。萧兄，夫子夸你文章有辅以之才，这凌风镇可不是萧兄是文曲星。亮吧，再亮些。如沁，你可是我的文曲星。如沁，这李府大门深似海，你都路过好几回了。纸笔刚好买完，顺道看看阿姐。如沁，怎么这个时间过来了？路过，顺便来看看阿姐。在府里有没有人为难你？你阿姐我是什么人？谁能欺负得了我？倒是你，读书辛苦，别总往这儿跑。樊香，你干啥呢？在这里躲懒是不是？范兴，刚才门外那个真的是你弟弟？回小姐，那是家弟如沁。樊兴，你们两个长得也太不像了吧？他生的那般出众，倒像是个大家公子。龙生九子尚且不同，奴婢没福气，没能继承爹娘的长处，让小姐见笑了。她看到如沁了，这丫头怕是要动别的心思。哎呀，别抄了，天天抄这些死书有什么意思？咱们坐下来聊聊。我想了想，这些课业以后还是我自己抄吧，毕竟只有亲手写过，才能记进脑子里。小姐突然如此客气，奴婢受宠若惊。咱们之间还说什么客气话？你弟弟在学堂读得怎么样？阿弟读书还算刻苦。夫人曾经说过，为学先为人，若心肠不好，读再多的书也是枉然。那是自然，像他那样的人才，将来总要寻个登对的才好。这4年，我仿着他的笔记替他写了无数设言，倒也算偷了这一身的学问。诗书不进脑子的富家小姐，李家的如意算盘怕要落空了。出来吧，小姐，这扮相瞒不过我的眼。姐姐，你眼神可真毒！咱们认识这么久，我还没去过你家呢，不如这就带我进去坐坐。小姐身份尊贵，寒舍简陋，实在……阿姐，这位公子是谁？男女7岁不同席，这位公子，请你对我阿姐放尊重一点。你少吓唬人！我是李家小姐。他不再是那个凡事不入心的傻孩子，我也不能再把他当成当初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少爷。租个2间房的院子，1个月起码多出200钱，可这男女之别……如沁，咱们换个房子吧。如沁，我听闻街头的李裁缝过2天就要回乡了，他那房子地段好，还是个2间屋的套间。我想着，不如明儿我去跟房东讲讲，把那房子留给我们，你看怎么样？阿姐，咱们现在的银钱盯得起这么折腾吗？换个宽敞点的地方，对你读书也有好处。当初是你说的，以后要花钱的地方多，能省必须省。这帘子隔着，不一样能睡吗？何必多花那份冤枉钱？那是以前，以前你还小，人事不通，阿姐怎么带你都成。可现在我们不小了，你生得这般出众，再过2年，若是中了举，便要议亲了。我这样的身份，是萧家旧仆，将来好人家姑娘会介意的。为了你的名声，咱们是该注意分寸，不能让人戳了脊梁骨。你刚说的男女7岁不同席，我们早该注意分寸了。这些琐事不用你操心，阿姐会处理好的，你就安心读你的书。也好，我们毕竟不是亲姐弟。胡说什么呢？这世上萧家就剩你一个人了，我也没家，咱们就是彼此唯一的亲人。
你忘了100年后让我入祠堂，现在不认我了吗？繁星，记住，不是亲的就不是亲的。况且，谁说只有血缘至亲才能入祠堂？如儿，你当真转了性子，竟舍得放下那些珠钗，主动要出门寻些文人雅士的灵感。娘，整日憋在屋里读死书会成书呆子的，让繁星阿姐陪我多去聚焦踏青，女儿的文采自然就上来了。繁星，小姐难得有这份上进心，全靠你教导有方。这个月月钱翻倍，可得把小姐伺候好了。谢夫人赏，奴婢定会陪好小姐。你怎么死脑筋？离学堂这么近，不去看你弟弟？我是心疼你束修钱，万一他偷懒，你辛苦钱不白费了。小姐多虑了，他念书到半夜，灯火不熄，我只劝他休息，从不担心他偷懒。你弟弟真那么喜欢书？他也会找爱念书的女子当媳妇？他娶的人得爱念书懂诗词，才能琴瑟和鸣。万一他找才女，他们能瞧得起你？他们眼高于顶，心眼小，会嫌你出身低。别这么看我，我说正经的。以后你就知道我教训你是轻的，家里人磨合，才女瞧不起人的样子，才戳人心窝子。我可是一片好心，你阿弟要走仕途，将来他身边的人偶尔欺负欺负，请李小姐说说，什么叫偶尔欺负欺负？如亲，咱们回家，枣泥糕凉了就不好吃了，快走，阿姐累了。你不是说要陪我写字？小姐见谅，家弟功课太累，失礼了。如亲，你想多了。李小姐被宠坏，嘴上没把门。千金小姐有脾气，说我几句不严重。学堂的话别当真。如亲，你别看，不疼了。把那份工辞了吧，以后换我养阿姐。小如亲，开门！我该去李府了。阿姐不用去，我昨晚去李家把工辞了。你去李家辞工，拿什么养家？你该在学堂，不是当看守。如亲，阿姐求你，不去学堂是剜我的心，荒废学业，我带你逃出京城还有什么意义？我发誓，我对着夫人灵位发誓，再出门找差事，再踏进李家屋里，不得好死。如亲，你还要如何？阿姐，记得你的誓言。好文章，字字珠玑。虐下妇，写尽蛇蝎心肠，临风镇之耻。萧如亲是少年才子，这篇赋一出，李家小姐别想抬头了。如亲，那篇赋你写的太过了，满大街议论李如，你几乎毁了她一辈子。对女子来说，这惩罚太重了。她连油皮都没破，哪里罚重了？你要记着，这世上所有伤害阿姐的，我100倍奉还都还嫌少。区区名声，怎么抵得上你受的那些苦？才气能杀人也能招祸，如亲啊，你还是太急了。李家有万贯家财，萧家旧案那是一把悬在如谦头上的死剑。李小姐，今日又是来兴师问罪的？我要去外祖家了，可能很久都不会回来。萧繁星，别以为你赢了，该还你的我都还了，下次再见就该你们还我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自己让嬷嬷打的。对不起，我以前不知道这个这么疼。我从小家里惩罚人的手段见得多了，我以为这就是规矩，以后不会了。我娘就在街口的马车里等我，我马上就要走了。你们当真一个都不打算跟我告别吗？小姐，时候不早了，上路吧。去了外祖家，好好过日子。
别再像以前那样任性了。萧繁星，你让他等着，总有一天他会后悔的。繁星姑娘，李老爷打过招呼，不能请你做事。李家还真是好大的手笔，得罪了李小姐，就别想在镇上讨生活。断我生计，李家真看得起我们。银子哪来的？李家放话，没人敢用我们。李家管得了凌风镇，管不了外面的书局。我跟府城墨香书局签了契，他们却票对。这活计我替阿姐揽下了，不出门就在家里做。可你读书够累了。我不怕累，只怕你被欺负。往后你只管在屋里待着。如沁，歇会儿吧，熬夜赶稿，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住。快写完了，结了账能给你添套像样的头面。其实我可以去江西。不准去。快闪开！京里来的贵人。三皇子殿下驾到，让开！三皇子，听说了吗？京城那位龙体暴病，现在的几个皇子都快把京城掀翻了。咱们这小地方也能感受到，最近官兵查得紧。听说三皇子为了避风头，打着微服的幌子四处结交富商，这就快到咱们这儿了。圣上暴病，皇子夺嫡，这天大的事儿，连凌风镇的贩夫走卒都知道了。那苏明琛来这里，怕是盯上了李家的银子。繁星，3年不见，你还是这副清苦模样。李小姐别来无恙，听说您在京城外祖家过得不错。那是自然，我还见到了三皇子苏明琛殿下，他当真是平易近人。殿下路过凌风镇，特意去了我家，他亲切地问我爹家里是不是有什么难处。我爹不过是唠叨了几句几年前你弟弟干的那桩好事儿。这不，三皇子殿下心肠好，马上就替我李家想出了解决的法子。繁星，你知道那是什么法子吗？直说，不必绕弯子。这种有趣的事，还是让萧如清亲口对你说吧。如沁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醒了，粥温着，喝一点。我跟李如要成亲了。你要娶她？聘礼就劳烦你准备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阿姐，不问问为什么吗？苏明琛，他许了你什么东西？阿姐真了解我，三皇子许我，若我高中，大理寺卿之位，非我莫属。这个价格，如沁把自己卖了，还算可以吧？大理寺卿。哎呦，你们听说了没？那萧家的姐姐压根儿就不是什么亲生的，我当是什么清高人家呢？原来只是萧家的旧仆。在那大宅子里，只怕不只是什么旧仆呢。大户人家养了那么多丫鬟，谁知道都是干什么的？话是这么说，毕竟养了萧少爷那么多年，李家小姐还没进门就要对付这种人，可怜喽。切，拿捏。原来李家所谓的报复，是想要我这层皮。我想我该走了。这些做她姐姐的日子，本就是我僭越了。姐姐这是要去哪儿？大半夜的，莫不是如沁惹你伤心了？我跟如沁已经商量好了，你照顾她这么多年也不容易。等我们成婚后，一定抬你做个名正言顺的良妾。你放心，进了我李家的门，我会好好对待你的。萧繁星，当初若不是你让他写那篇赋，他怎么会当众羞辱我，让我受尽白眼？既然你那么爱护你的好弟弟，以后你的好日子可就在头到了。萧如沁，你要让我做妾？如儿大度，名分上不会叫你吃亏的。如儿，叫的可真亲。权力真是个好东西。那个说这世上所有伤害我的都要百倍奉还的人，就这么不见了。我不做妾。二少爷，做妾入不了祠堂。咱们这么多年的情分，你若还记着一点，求你放我走吧。我这辈子所有的尊严都是夫人给的，我还想着死后魂魄能去夫人身边守着。萧繁星，你是被如沁宠惯了吧？让一个丫鬟入祠堂，简直是笑话。
淑清，纳她为妾已是恩赐，入祠堂那是亵渎先人，绝对不行。萧如谦，你说话呀！夫人的灵位妾你也是这么打算的吗？我最后问你一次，夫人的祠堂你当真不让我入？如儿说的对，萧家是有规矩的地方，以后内宅的规矩就是你做主了。你说不入就不入吧。好一个规矩！二少爷，您如今做了大官，看来是贵人多忘事。夫人当年临走前是亲手放了我的奴籍的，我现在是良民，我要走还轮不到你来拦。良民，在我李家面前，什么良民也得趴着。如今他既然不识抬举，就得先教教他规矩。李家动作真快，为了这个状元女婿，是那种认清现实后，竟能一夜之间造出一座金窟窿。如沁啊如沁，你是富贵日子过久了，忘了我当初是从哪儿捡回来的？在市井混的时候，三教九流都是我师傅。若不是那瞎子说我命格不能干坏事，我靠着这身偷鸡摸狗的本事也能养活自己，哪用得着受这气？看来是真想把我困死在这里。好日子过多了，这骨头都松了。对不住，我不是有意的。姑娘家里想必粮食很富裕吧？这养的可真不错，差点没把本公子的肋骨给砸折了。是你？怎么，这别院的墙太高，摔傻了？当年那个好心的小丫头，你这是认出我了？那是老爷脾气倔，让殿下下不来台，奴婢只是举手之劳。想不到殿下贵人多忘事，竟还记得这些微末小事。在这宫外冷眼看多了，那点温热的茶水能记一辈子。你肯定觉得我挺无聊吧？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还记到现在。主要吧，当年我年纪小，母家又没依仗，在那冰冷的席面上，小丫头你给的那点善意，可是温暖了我很久。怎么样，要不要给我个机会报报恩？既然殿下开口，繁星不敢推辞。我说过的，我记恩也记仇。一个弱女子想找富贵人家的麻烦，只能依附他人。苏明晨，这是我以前做梦都攀不上的贵人，我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乔见没？那位是三爷亲自从泉下带回来的。三爷素来是个谦谦君子，从不带外人回别院。看来这府里的天又变了。住的可还习惯？若缺了什么，尽管吩咐下人去办。三爷在外面那是杀伐果断的铁血作风，偏偏对着这位那是如沐春风。昨儿我还瞧见三爷亲手给他递茶呢，定是要带个宠妾回去的。繁星姑娘，这点心是刚出锅的，奴婢这就给您送到屋里去。不必，放下吧。阿姐，你当真在这儿？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你真的要给他做妾吗？这别院清静，做不做妾似乎轮不到你来操心。你糊涂，那是皇家。你知道三皇妃张家是什么背景吗？那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主。你若是进了那个门，那就是个死。那你又知道李如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二少爷，都是想让我做妾。论起身份地位，三皇子殿下可比你金贵得多。罢了，对着你，输的终究是我。输？你这种人也配谈输赢？我还从不知道你竟这么会做戏，糟践完了我，竟还能扮出一副深情不渝的样子给谁看？繁星，萧如沁方才。三殿下，我只问你一句，你带我回来是当真想纳我吗？到底是萧公子厉害，我在你身边伏低坐短这么多天，你都装看不懂，一直跟我装傻，想不到他只回来这一趟，就把你激成这样。是，我想要你，我的皇妃出身名门，那是父皇给我最大的赏赐，是权力，是脸面，但我是个人。繁星，我也想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，
繁星，你跟了我吧，我保证这辈子都不会亏待你的。殿下把话说得这么透，繁星反而怕了。怕？在这凌风镇还有能让你萧繁星害怕的事？我待过那种深宅大院，我知道妾是什么，那是飘在水上的浮萍，是主母不高兴时随时可以发落的玩物。我想有个家，哪怕是为了报复那2个人，我也不想拿这辈子的归宿去赌一个虚无缥缈的名头。繁星，你听好，我不会让你做那种没名没分的妾。回京后，我会亲自向父皇请旨，立你为侧妃。皇家与庶民之家不同，侧妃之位不仅能入皇家御敌，受后世香火，最重要的是，你死后可与我同葬。繁星，领命。李家倒是舍得下本钱，萧如清这一路赶考的盘缠，李家全包了。李老爷这是想借殿下的势，保他的准女婿平步青云呢。各取所需罢了。萧繁星，我把那个当初羞辱过你的大小姐，还有那个让你伤心的弟弟都带在身边，你竟连半点气都不发。殿下说笑了，繁星若是连这点大局观都没有，未免太小家子气，没得让殿下厌烦。你这性子真不知是太懂事，还是心里根本没我。从你为了我重伤李如的那天起，我惶恐过，期待过，可男人必究是男人，地位、前途，在你们男人眼里永远比女人要紧。萧如谦如此，你苏明琛想必也一样。萧繁星，我这样你都不发脾气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？回京后的第一件事，竟然是来这儿，你就这么信这个瞎子的话？萧府出事那天，我也以为他是胡说，可他说我18岁前一定会回来，如今回来了，回来找他能救我的命。殿下，既然他前面的都算准了，那这一条，我大概真的需要他救命。来了，这东西能保你平安，务必随身携带，哪怕睡觉也不要取下来，记住了吗？老先生既然有如此神算，不如替本王也算一卦。萧府旧案，繁星的命，你到底知道多少？去，天机不可泄露，贵人命硬，老道这点微末高行伺候不起。你，殿下，走吧，既然东西拿到了，就别为难老先生了。是。哟，真巧，竟在这儿遇上三殿下和姐姐了。姐姐也是来看这个的吗？哎呀，三殿下真是疼您，什么贵重东西都舍得让您瞧。瞧我这记性，竟忘了姐姐的身份。这凤冠霞帔，那得是正妻才能穿戴的。不劳李小姐费心，本王已向父皇请旨，过几天册封繁星为侧妃的懿旨就要下来了。宫里织造处的侧妃婚服用的可是寸金寸金，比起这种民间金店里的过色，确实要好上太多。殿下，侧妃，回京后您从未带我去过三皇子府，我以为您忌惮张家。回京后一直没告诉你，本来就是想送你个惊喜。今日你亲手带大的弟弟也在，既然都是自家人，我就趁机把这桩喜事说了吧。
既是阿姐亲手带大的，她成婚，我做弟弟的怎能不在？殿下，不如册封那日，就让我送她到宫门口吧。谁要你送？萧如谦，你凭什么送我？哎呀，姐姐，你这么激动做什么？如卿也是想作为娘家人帮你撑个脸面。如卿若是中举，以后也是你在皇家立足的义长啊。殿下，您说是不是？侧妃册封确实需要本家送嫁。萧如卿，既然你有这份心，本王准了。繁星，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，但你得忍忍。回京后，张家的人一直盯着我。三皇妃身后是张氏家族，那是块硬骨头。萧如卿的才学我有大用，让她做你的助力，张家也会顾忌着点，不敢明着欺负你。殿下的一片苦心，繁星明白了。如卿，你是萧家的后，这脏手的事，阿姐替你做到底。二少爷，你这一路黑着脸是做给谁看的？侧妃娘娘，自重，周围都是皇家的耳目。自重？萧如卿，你扯谎时嘴角弯的幅度不一样，我闭着眼都知道。你跟李如做的那些戏，在我看来简直拙劣透顶。贪腐，萧家满门抄斩，竟是因为这莫须有的2个字。当年所谓的贪腐，根本1文钱也没进过萧家。苏明琛啊，苏明琛，那时候你初出茅庐，母家势弱，没钱就没势，所以你全数吞了那笔军饷，还亲手栽在了你最信任的萧家头上。从你3年前踏出苏明琛别院的那天起，咱们家里里外外就全布满了他的眼线。你故意配合他要纳我为妾，甚至放任李如刁难我、搓磨我。二少爷，你演了这么一大出戏，无非是想让苏明琛觉得我不重要，逼我恨你，好让我置身事外，自己一个人去碰这桩血案。我说的对不对？既然知道是戏，你就该死死闭上嘴，老老实实回你的灵峰镇去。回灵峰镇，好让你一个人回京送死吗？皇帝或许知道，或许不知道，但在心爱之人的儿子面前，他终究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夫人教我读的书，我没有白读，史书上写的明明白白，自古皇家君臣大于父子，亲情那是这世上最经不起推敲的东西。等三皇子势大到皇帝也忌惮的时候，那点微薄的父子之情也就该忽略不计了。但苏明琛亲自来临风镇的时候，我知道更好的机会到了。他顺风水水时自然想不到早年的这点疑点，可如今夺嫡到了关键时刻，他定是碰到了难处，这才怕别人翻出这桩旧案。既然你怕，那我就帮你把它掀开。繁星，算我求你，这是萧家的事，你是无辜的。夫人当年放了你的奴阁，就是想让你清清白白的活下去。无辜？夫人当年把金锭塞进我的怀里，把萧家旧案唯一的底牌交给我这个无根无基的黄毛丫头，就代表在夫人眼里我就是萧家的人。你想让我当个安稳度日的废人，看你去送死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愿意。夫人的声誉，萧家的声誉，那比我的命更重要，比什么都重要。萧公子，送嫁到此为止，接下来的路，本王会带繁星去向母后谢恩。殿下，咱们走吧，莫要让娘娘久等。方才萧如卿那副模样，你竟一眼都没看。他对你心思不纯，你当真不知道？知道又如何？他眼里只有前程，还有能帮他生意的李如。李如，不过是个骄纵的草包。殿下小看他了，他外祖家早把他调教成了生意好手。他现在帮着如亲，不过是想给李家在夺嫡风波里留个退路。他聪明，如亲也聪明，他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看来你是彻底对他死心了。萧如谦那儿你尽管放心，李家护院会照顾他。只要他有不安分的迹象，那些人知道该怎么做。殿下想得周全，有李家盯着，如亲自然会明白如何取舍。哼，他是个聪明人，
只要你在本王手里，他就只能乖乖做本王手中的大理寺卿。殿下今日亲手送我来见皇后娘娘，便是给了萧家最后的生机。这份恩情，繁星记下了。真该感谢当年那些抢红了眼的下人。哦，此话怎讲？萧府顷刻而灭，下人连地皮都翻开了3尺。殿下那时候很怕有忠臣带走了要命的铁证吧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正因为下人们抢得太乱，走了太杂，殿下分不清谁带走了财，谁带走了命，才不敢在当时就一刀结果了我和如沁。你留着我们的命，不过是想看看那份所谓的证据到底会不会现实。侧妃娘娘，娘娘已在偏殿候着了，请入内。去吧，别让母亲等急了。苏明琛，你送我入这死地，我也定会拉你同去。侧妃萧氏给皇后娘娘请安，愿娘娘常享安泰。起来吧，老三刚在陛下那儿谢了恩，倒没说带了个这么知书达理的侧妃。你原是萧家的旧人，萧夫人调教出来的，自是差不了。娘娘明鉴，繁星今日前来，不仅仅是为了谢恩，更是有一份压在萧家骨血里10年的大礼，要亲手送给娘娘。好丫头，不枉萧夫人救你。这份大礼送给娘娘。老三栽赃重臣，监守自盗，求娘娘助萧家恢复清白。你放心，这清白本宫保了。丫头，这份交易成了，可你知道老三就在外面。奴婢既然进得来，就没想过能平顺的出去。丫头，这份交易成了，可你知道老三就在外面。奴婢既然进得来，就没想过能平顺的出去。那是自然，这出戏要唱，就得唱到极致，总要让世人知道萧家当年有多忠心，多鞠躬尽瘁，才能显出苏明琛这个始作俑者有多么恶毒，多么狼心狗肺。谢娘娘体恤，萧家列祖列宗在天有灵，定会感念娘娘大恩。去东宫，把这张纸条上的几个死讯告诉太子，让他立刻联络大理寺那些旧部。萧姑娘，不是本宫不愿意帮你，娘娘有话请直说。陛下生性多疑，老三办差极好。若这东西由本宫直接递上去，陛下非但不会信，反而会觉得本宫构陷皇子。到时候萧家洗不白，本宫和太子都要搭进去。那娘娘的意思是，这东西递不得？递得，只是不能由活着的人亲手递上去。娘娘，请明示下文。有个更好的法子。如果你这个侧妃带着东西死在坤宁宫，陛下还会坐视不理吗？大理寺卿亲自发现真相，比本宫空口白牙更有说服力。死一个侧妃，水才会被搅浑。一旦三司接手，苏明琛想压下萧家旧案也难了。好，我答应，只求娘娘记得诺言，这清白必须姓萧。萧繁星，本宫见过求生的、求钱的，唯独没见过你这种上赶着求死的。你放心，萧家的清白，本宫用性命担保。只要你这一死能惊动圣听，本宫定会让苏明琛万劫不复。这是西域奇药，服下后脉搏全无，与死人无异。3日内无解药，便是真死。本宫办妥后，自有人救你还阳。3日也好，真死也罢，我不怕死，只怕萧家冤屈永无昭雪之日。萧夫人当年把你捡回府，是她这辈子最得的一件事。夫人救的不是命，是繁星的魂。好甜。萧如谦，
阿姐把路给你铺好了，莫要让我失望。来人啊！侧妃中毒了，三皇子的侧妃在坤宁宫中毒了。多好的戏，娘娘在演，我也在演，只是我的戏得用命来唱完。娘娘，这封锁坤宁宫，去传太医，去大理寺传话。活了，活了！老道这颗脑袋总算是保住了。阿姐，阿姐，5天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已经断气整整5天了？萧家平反了，大理寺卿查到了证据，圣上震怒，重审旧案。三皇子苏明禅已被削爵圈禁，张家悉数落狱。阿姐，我们赢了，我们终于赢了！哎，丫头，事到如今，我也没必要瞒你了。我压根儿不是什么算命的，我是你父亲生前的好友。我父亲他从未提起过。他那是想护着你，你家这血脉里世世代代都带着个躲不开的劫，你更糟。按命数，你连18岁都迈不过去，所以我当年才狠心把你扔进大街，让你沾百家的气运，看能不能冲一冲这死局。能活过18岁，但萧家帮了你，萧老爷和萧夫人那是有大功德的人，你豁出命去帮萧家还了清明，在世人眼里又已经死过一回了。这一死一生之间，往后啊，你不用再怕了。这种荒诞不清的鬼话，也就骗骗阿姐。只要我在，谁也别想把她带走。萧如清，你这个过河拆桥的小辈儿，老道我还要云游四海，你绑着我做什么？若他哪天又有个头疼脑热、意外不适，你若不在，我就砸了你的摊子，把你这根旗杆烧了喂狗。如亲，别为难叔叔了。那里有我太多的眼泪，也有我拼了命才换来的清白。但那里没有家了，我的家在前方。慢点儿，你们2个小冤家，仔细撞了老道的腰。那鸡是留着晚上炖汤的，别给吓瘦了。在想什么？在想着燕山的风，以前在京城总觉得风里带着血腥气，如今这儿的风倒是甜的。如亲，你当真不打算回京科考入仕，不后悔？这里才是我的家，这里有你，有孩子，有着甜的风，我从未后悔。不用了，阿姐，入过一次生死局的人，哪里还看得上官场的尔虞我诈？谁当皇帝，官场都是一样的无聊，远不及陪着你和孩子们，看着这院里的花开花落开心。我也怕再也回不到这山脚下。也是，状元郎既然愿意给我这乡野村妇当账房，那我就勉为其难收下啦。看，抓到了吧？夫人，不，娘，您在天有灵，该很满意我这个媳妇儿吧？萧如倩、萧繁星，你们2口子到底管不管这路？每次来都得费我一双锦鞋，这哪是人走的路，分明是给猴子爬的。萧如倩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能不能修修门口那条路？实在不行我出钱，这燕山方圆100里我都能买下来。路不好走，下次可以别来。嘿，我不来谁给你家那俩带京城的稀罕玩意儿？万一摔着我干女跟儿子，你赔得起吗？干娘，哎，乖孩子，快去，干娘车里装满了京城最新出的9连环和木偶戏，慢点抢。你呀，每次都带这么多，都要把他们惯坏了。李大小姐，
你最近这财运是稳了，但这姻缘怕是比买卖还热闹啊！你这满身的桃花味儿，怕是要有主了吧？哎，繁星，你跟我透个底，这假瞎子他准吗？怎么动心啦？准，这世上恐怕没有人比他更准了。骄傲啊！他算准了皇后为了绝后患会让我死，也算准了如沁那个疯子会看懂那张纸条，看懂我的死志。萧繁星，有句话压在我心里好几年了，当年的事，对不起。这么多年了，你这大小姐脾气竟也舍得低头。我那时候太蠢了，以为仗着家里有钱欺负你搓磨你就能显得我多厉害。后来去了外祖家，在那帮吃人不吐骨头的商场老狐狸堆里打滚，我才知道真正厉害的人是像你这样能从烂泥里开出花来的。都过去了，行了，那些旧账早在大火烧掉萧府的时候就该算清了。现在的你是我孩子的干妈，这名分你这辈子都赖不掉了。谁想赖了？我那是心疼我那俩干宝贝。萧繁星，等我下次来，定带那位未来姑爷给你们长长眼，看看配不配得上我李家的大掌柜。他又要来。怎么，大理寺卿大人竟连个贵友也容不下了？你不欢迎？娘，别的小朋友都叫花儿草儿的，为什么我要叫念恩呀？因为啊，我们要记住一个很好很好的人，像爹爹一样好吗？比谁都好。他救了娘，也救了你爹。若是没有他，这世上就没咱们这个家了。那这位太奶奶在哪儿呢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她？瞧，那霞光暖吗？暖烘烘的。他在天上看着我们呢，那暖意就是他在摸你的脸。母亲，你在天上看见我了吗？我过得很好，真的很好。如谦，你说夫人在天有灵，她会满意我这个儿媳妇吗？会。你都没问过她，怎么知道？不用问，繁星，这8年来你做的每一件事，其实都是在问她。你在问她的清白怎么办？问她的孩子怎么办？问她萧家的列祖列宗该怎么在九泉之下瞑目？这世上再没有比你更好的媳妇了。那下辈子呢？下辈子你还认得我吗？下辈子换我来找你，我去那家首饰铺子门口守着，去抱夫人的裤脚，去萧府做你的福星。你一个大男孩去大街上抱贵夫人的裤脚，像什么样子？为了你，什么样子都行。我也是。娘，爹，你们快来看呀！快点！娘，你快看，它好亮啊！是不是像你以前跟我讲的，像天上的星星？是啊，像星星。夫人当年也是这样跟娘说的。如今天上的繁星在闪，家里的星星也亮着。夫人，谢谢您赐我这个名字，也谢谢您赐我一个家。